欧洲不再是美国盟友，北约 3.0 时代到来。2026年，美欧关系迎来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最彻底的变革。这段时间，美军战争部已正式启动欧洲态势评估。距离美军撤离欧洲仅剩不到6个月的时间。更惊人的是，美国2026国防战略给欧洲定下了新标签：欧洲不再是美国的无条件盟友。怎么在一夜之间，欧洲就要独自面对战时体制的普京？美军撤走后，缺少天基情报和大型加油机的欧洲军队能否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为什么会在内部会议上指着欧洲盟友破口大骂？美国战争部的欧洲态势评估由战争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跟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亲自操刀，审查现在驻扎在欧洲的8万到10万美军，把他们的部署结构、基地位置还有任务分配全部推翻重来。这标志着北约正式步入 3.0 时代，距离美军撤出欧洲仅剩6个月，甚至说这个时间还会提前。特朗普早就明说了，欧洲的安全由欧洲负责。美国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以及2026年国防战略也表明，自己不会再无限期的为欧洲提供常规防务服务。这也就意味着在6个月后，欧洲将失去美国的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甚至指出，欧洲不再是盟友。这一下，美国肯定爽了，自己不用掏钱帮欧洲人保护欧洲。在美国看来，自己把欧洲保护得太好了。美国越是往欧洲增派兵力，让他们感到安全，欧洲这帮盟友就越是觉得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彻底丧失了重建自身防务能力的想法，也不想往军队里砸钱。只是美国这一走，欧洲傻眼了，大哥没了，自己怎么办？因为长达30年的去军事化，加上军工体系各自为战、严重碎片化，以及那极其繁琐的国防采购效率，欧洲呈现出了一种高 GDP 低战力的状态。从经济来看，欧洲北约成员国的 GDP 加起来是俄罗斯的10到13倍，人口规模是俄罗斯的整整3倍以上。欧洲手里的工业底子和技术也是碾压俄罗斯。在防务开支领域，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年度国防预算总和长期以来也是俄罗斯的3到4倍。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竟然在担心俄罗斯会不会打自己，着实有点离谱。如果能正常发展，欧洲的战力起码是俄罗斯的数倍，睡不着觉的应该是普京。现在却因美国撤军，欧洲的防御与进攻能力出现大量空缺。就目前来看，美国战争部还没有发布最终的评估报告和详细结论，但结果无非是撤军、撤装备。火力军猜测，欧洲会被降格为美军全球安全的第3级关注区域，战略优先级排在了美国本土防卫、西半球稳定以及西太平洋的拒止威慑之后。在驻欧部队方面，美军会削减常态化驻扎的兵力规模，驻欧的空中与海上高价值目标也会减少。以后配属给北约的战机、空中加油机、海上巡逻机、战略轰炸机、防空系统乃至核潜艇和航母打击群数量都要大打折扣，打击能力也是如此。取消原定部署在德国的多域任务部队远程火力营，停止向欧洲配属战斧、标准6以及暗鹰。这等于欧洲在远程精确打击、战略空运、卫星侦察、空中加油以及防空反导等高端领域会出现严重的缺口。现在的欧洲军队虽然账面上有不少台风、阵风、F-35等战机，但如果失去了美军天基情报的指引，没有美军大型加油机的续航，没有美军导弹的开路，实力暴跌一半。核威慑大概还在，俄罗斯的核武库与核潜艇对美欧的威胁太大，美国大概率会保留与其相关的防御部队。在火力军看来，以上这一系列操作代表着美军退向幕后，欧洲走向前台，北约正式进入 3.0 时代，美欧的关系也将发生彻底的变革。从北约建立开始，美欧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坚固。1949年到1991年，也就是冷战时期，属于北约 1.0 阶段，战略核心就是4个字：死磕苏联。美欧之间虽然有问题，但还相对稳定。美国提供战术和战略和保护伞，还在西欧前沿部署了数十万全副武装的重装部队，充当触发线。只要苏联红军的履带敢越过雷池一步，美军立马就会发现，直接触发第3次世界大战。当时的欧洲盟友也是相当硬气，面对华约集团的装甲集群压力，西欧国家在重压之下维持了规模极其庞大、战备水平极高的常备武装力量。在这阶段，美欧看上去是盟友，实际上美国当领导，通过主导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指挥机构，掌握西欧防务的主导权。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最高盟军司令通常由美国将军担任，欧洲则是牛马员工，将国家安全防线融入北约框架，接受美国的领导。比如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动手，试图夺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
美国因担心计划与苏联的冲突破坏自身在中东的形象，迫使其撤军。在此期间，也有欧洲国家想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实施防务自主。是谁？大家应该也猜到了，没错，就是法国。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奉行高卢主义，不满美国对北约的绝对控制以及对欧洲防务的垄断，于是在1966年，在保留政治席位的情况下，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机构，并驱逐了境内的美军和北约总部。不过在 1.0 阶段，美欧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不管再怎么闹，双方都不会闹掰。在欧洲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在东欧部署 SS-20 中程弹道导弹，直接威胁西欧。美欧经过协商，采取双重协定，一边寻求谈判，一边在西欧部署美国潘兴2和陆基巡航导弹。这件事在欧洲闹得很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核和平运动，但最终还是完成了导弹部署。这足以证明，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美欧必须绑定在一起。不过苏联解体后，这种关系就变了，这就是北约 2.0 阶段。从1991年到2024年，这30多年可以简称为欧洲堕落史。敌人消失后，美国的重心开始东移，也就是亚太；欧洲则沉溺于和平红利，开始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精简重型陆军编制，把坦克当废铁卖，削减基础设施与弹药储备，然后把省下来的巨额军费投入本国的高福利社会建设，在军事领域完全依赖美国。美欧关系演变成了一种不对称保护，美国承担了全球安全担保，当了单方面买单的冤大头。欧洲当起了安全上的免费搭车者，防务开支常年跌破 GDP 的1%。这种情况到科索沃战争时有了一点的改变。当时西欧国家虽然也参与了，但在战争进行期间，欧洲国家发现情况不对，自己在战略轰炸、精确制导武器、情报获取和后勤保障上太依赖美军了。法德等国开始推动欧洲防务联盟与战略自主，只是欧洲太大，国家太多，大家的意见一直无法统一，就一直拖到了现在。也因为苏联的消失，在 2.0 阶段，北欧内部就已经不是一块铁板了。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德两国牵头强烈反对，而英国和东欧国家选择支持美国，双方分歧出现。等到特朗普第一次执政，因为欧洲大多数国家躺平，美国就已经有所不满。当时特朗普公开批评北约已经过时，并多次威胁，如果欧洲国家不增加军费，美国将考虑退出北约。这个时候，特朗普还只是说说而已，没什么太大的动作。之后就是乌俄战争爆发，因为俄罗斯的威胁，美国重新向欧洲增兵，欧洲多国大幅提升军费，双方迅速重新抱团，共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只是这一切在2025年发生巨变，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本来就看不惯欧洲这种过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加上乌俄战争还要美国出钱，自己也太亏了。于是北约进入 3.0 阶段。在这个阶段，北约回归大国竞争，重新建立对大规模强国冲突的拒止威慑。但是执行这个拒止任务的常备主力必须是由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美欧关系从以前的依赖变成功能性分工，常规防务也就是出兵、出坦克、出常规导弹去威慑周边冲突，全都是你们欧洲人自己的事。美国的主力战略资源将全部倾斜到印太与本土。未来在欧洲，美国只保留战术核武器与极少数关键的情报赋能手段。欧洲本土国家必须承担起90%以上的常规防御责任。美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原因，一方面是欧洲太不给力，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战略转移。在美国看来，俄罗斯的定位已经变了，虽然他手里捏着核武库，水下有战术核潜艇，天上和网络上也有非对称的威慑手段，但就常规军事力量而言，俄罗斯已经打光了争夺整个欧洲大陆的老本，属于可控的区域性威胁。并且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无论是经济、人力还是技术，俄罗斯都拼不过欧洲。只要欧洲站起来，自己的压力就能大幅削减，还能腾出手搞其他事情。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了美国的绝对优先事项，那就是防御本土，稳住西半球，然后把重兵集结在西太平洋，去建立拒止性威慑。当然，中东高强度的军事消耗战以及欧洲盟友的局部配合，也是逼迫美军从欧洲抽身的直接原因。2026年年初，中东局势急剧恶化，美伊冲突骤然升级，战火一触即发。急于在短时间内调动庞大打击力量的美国，向欧洲盟友发出了协助请求，要求很简单也很合理，立刻向美军开放位于欧洲本土的空军基地和深水港口，作为美军战机和舰队突袭伊朗的战略跳板。只是美军没想到欧洲国家不同意，德法带头，以避免中东冲突溢出，以及打击伊朗不在北约共同防卫条款范畴内为由，拒绝了美方的要求，不向美军开放用于打击伊朗的基地使用权。美国拿着自己打中东的账单，在对比欧俄之间的实力差距以及欧洲的态度，有些破防了。你们拥有如此庞大的经济优势，
完全有能力把钱转化为常规防御体系，却依靠美国的保护。白嫖就算了，当美国的核心利益受损，需要借用你们的土地时，你们居然关门谢客。赫格塞斯在内部会议上直接破口大骂，指责欧洲盟友不仅是吸血鬼，更是在关键时刻把美军士兵的生命置于战术风险之中。这种同盟凭什么还要我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倒贴？于是大手一挥，撤军，把原本配属给北约的空中加油机、海上侦察机以及大批战术打击大队抽调往中东或者回撤本土休整，剩下的烂摊子欧洲自己想办法。北约 3.0 时代正式到来，只是美军撤离后留下的战地空白，欧洲能否应对？或者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欧洲都做了哪些努力？说实在的，欧洲现在的压力很大。俄罗斯那边是什么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因为乌俄战争，普京直接把整个国家切入到战时体制，欧洲则因为美国撤军留下了一堆烂摊子。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欧洲现在彻底急眼，试图在财政、工业、常规打击以及核协作4个维度展开一场自救，试图在2027年美军完成撤退之前，组建一条最基本的自主防御防线。想要扩充实力，第一步就是砸钱。因为乌俄战争，在2025年，欧洲盟国新增投入已经超过1390亿美元，预计2026年的国防开支比去年再度暴涨11%。到了2026年7月，欧洲国家更是咬着牙公布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项目。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武器库填满。有钱了就要买武器。就欧洲以前的军工产业，大家各玩各的，想要在短时间扩充战力根本不可能。于是欧盟开始强制整合军工产业。目前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欧洲国防工业计划，直接由欧盟财政掏出15亿欧元作为研发与联合采购的补贴，目的只有一个：打破欧洲内部的军工国家壁垒。以后不准法国只买法国造，德国只买德国造，必须推行单一标准采购，强制要求成员国开展跨国的联合装备大采购，通过极致的规模效应，把坦克155毫米炮弹以及战术导弹的成本给打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乌克兰也出力了。在此之前，乌克兰是受援助国，现在它是参与国。欧盟专门拨出3亿欧元，将乌克兰那久经沙场的军工体系融入供应链。这一点，火力军觉得挺好的。现在的乌克兰拥有全欧洲唯一一支真正拥有大规模高强度战争经验的军队。欧洲通过乌克兰的实战数据，绝对可以快速重启军工产能。针对美军撤走远程火力留下的真空，法国、英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和瑞典这6大巨头联合启动了欧洲长城打击倡议。美国人把战斧带走了，行，我们自己造。研制射程覆盖1000公里到2000公里以上的陆基与海基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建立属于欧洲自己的深度精确打击能力。在空中防护领域，德国主导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正在加速，他们砸下重金，联合采购德国的 IRST、美国的爱国者，甚至直接跑到中东去买以色列的剑3，构建起一个覆盖欧洲的防空反导网络，用来弥补美军防空资产抽离后的黑洞。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正在加速采购新一代海空军战机，追加无人机侦察和打击系统的订单，甚至在安卡拉峰会上首次把跨大西洋作战云与强大人工智能模型写进了宣言。在欧洲看来，虽然短期内无法补充常规兵力的数量，那就通过无人装备来解决这个问题。乌克兰也是类似的想法。在防御领域，既然没了美军的重装旅当后盾，西欧和东欧国家只能自己联手去第一线对炸弹。德国和波兰军方达成了东方之盾计划，把重兵重新往东翼集结。北约更是直接批了一项价值270亿欧元的基建投资计划，专门用来翻修欧洲内部的军用铁路、公路网和地下燃料储存系统。以前这套物流链都是靠美军维持的，现在欧洲必须保证，一旦东翼打起来，欧洲自己的军队能依靠自己的铁轨和油库，在几天之内把兵力运到前线前线。最后一招则是重构核威慑。当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开始动摇时，欧洲只能把求生的目光投向自己人。这时候，马克龙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新构想，愿意把法国宝贵的国家核威慑力量拿出来给整个欧洲使用。这个提议得到了英国以及8个非核欧洲成员国的疯狂点赞。英法2国签署诺斯伍德宣言，直接把核潜艇巡航路线和打击目标进行了共享。一向保守的北欧也急眼了。芬兰议会以前有一条法律，绝对禁止在芬兰领土上部署或者运输核武器，现在直接在议会大笔一挥废除，为法国的核武器遣退部署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就结果来说，北约 3.0 时代的到来的确逼迫欧洲开始在军力上想办法。至于能不能填补美军离开的空白，火力军只能说很难。欧洲纸面上的经济跟人口能把俄罗斯压死，但多年去军事化的后果，让他们在军工产能、军队战备以及高端打击资产上存在一个短期内根本无法弥补的窟窿。并且现在的欧洲还有2个难点：第一，天基情报。
欧洲缺乏自主的太空监视、军用卫星和天基数据链路。美军军用卫星的数量是欧洲总和的好几倍。没有美军的情报，欧洲造出再多的精确打击武器也是半个瞎子。第二，政治反噬，把军费从 GDP 的2%提到5%，钱从哪儿来？砍民众的医疗、教育和养老金。这种转变在法国、德国、西班牙引发了规模空前的抗议。总的来说，通过财政重压、工业强行整合、自研长程导弹以及法英核武器的全面前推，欧洲确实开始实施反乌自主。但是造大炮和训练士兵需要周期，在去美国化之后，未来的这几年，欧洲能否度过这个最虚弱、最不设防的时期，谁也说不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北约 3.0 对国际局势有什么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